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云飞。今天我收到了红米的 K60 Ultra， 我现在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啊，所以现在来开个箱看一下它到底长什么模样。K60 至尊版，沉浸式开啊，是可以慢慢的落下的。当当。 好，一如既往的清水套，但是这个面积有点大呀！我操，这个看起来这个摄像头好像有点大的嘛。来看看揭晓，哇哦，哇，这个颜色挺不错的嘛。哇，整机的这个质感确实非常的可以，搭配的是120瓦的充电头 ，USB-A 口的数据线，手机本体，清水套。好，给大家沉浸的看一下这个隐青色啊。 这个质感确实很好哎，而且这个应该是，这是我摸过用过的有史以来质感最好的红米机型。看一下它指纹的地方在哪里啊？指纹位置还是偏下一点，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它精致的有点不像是一个红米手机啊。来仔细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背面，整个背面真的把这个标遮掉去，它就是一个妥妥的小米，好吧？ 太精致了，这他喵的是红米吗？以上就是我的第一感受，做工太细节了，很到位，精致的就不像是红米，有点像小米13喝多了去找 K60 过夜了啊！我们来仔细的欣赏一下它的整体外观，和12 Turbo 一样砍掉了塑料支架，前面板视觉上确实精致了不少，背部这次主摄传感器也用上了索尼的 IMX 800，第一梯队的水平，摄像模组给的很大，说实话。 看着就很值钱的感觉，两侧大倒角，上下小倒角，这个设计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打个几分呢？依然是5000万像素加超广角加凑数的微距主传的配置。那么搭配天玑9200加的 K60 至尊版拍照怎么样呢？这将是我今天测试的重点啊，毕竟得发挥一下长处嘛。手感质感升级是这次最大的亮点，全新的配色，我这个是隐青色，有种陶瓷的质感，想到了 Mix 4的隐青灰，圆角过渡也很棒。 拿在手里是很舒服的，当然肯定不是真陶瓷啊，而是玻璃背盖模仿出来的陶瓷质感。边框去掉了屏幕支架，也做了统一的色系，这个颜值各位能打个几分呢？之前我在群里看到大家说红米就不要去卷影像了，老老实实把质感给做上去就能卖爆，各位觉得呢？这除了外观最大的卖点就是性能啊，也就是狂暴引擎 2.0 串联的天玑9200加和 X7 的独显芯片。 这两个超级大卖点，前段时间很多媒体都测的差不多了，我就直接略过跑分吧，简单带一下。在王者荣耀下，我使用帧率记录，在29度的室温下打了王者1个小时的帧率波动。游戏场景里面基本上在121到118之间波动，这个成绩稳得很离谱，1个小时温度也才升高了2度，这个表现很强。现在是跑了50多分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 温度是28度，然后帧率的话，大家看是稳定在60帧，确实非常 nice 啊。然后温度是上升了蛮多的，从这边的34度上升到现在的45度，上升了有10度，现在是有点烫手了。 有人可能说王者的负载一般，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，这一份强劲到爆的性能肯定是足够的，而且绰绰有余。所以大家在性能方面，我觉得没有太过必要去操心。这次的屏幕升级确实也是惊喜的一个点，主传 1.5K 的分辨率，但是刷新率来到了144，2880赫兹的高频调光，还有最高2600尼特的分值亮度。别说白天，即使在太阳底下，你也可以看得清。这是3个手机的对比。 防水等级这次升级到了 IP68， 这也是红米第一次上。手机脏了，直接就拿水冲一冲就好了啊。5000毫安的标配电池加120瓦的充电，实际测试开启极速模式20分钟就可以充满。温度大家看这个水平，39度左右。讲完以上这些，你应该对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。那么它的影像表现如何呢？ 我带着它和小米13 Ultra 还有小米10 Pro 在棒上数据拍摄了一些样片。我们先来看它们的对比，在这种高对比度的场景中，就很能考验摄像头的宽容度。在我们的场景对比中，我们可以发现 K60 至尊版相较于顶级影像的小米13 Ultra 确实会有比较大的差距。
对比10 Pro 的话，在一些场景里面其实差不太多，但在光线好的地方，10 Pro 的效果还是要好的。K60至尊版的画面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忠于原画面，就是场景里面的颜色不能很好的还原。当然，这是和小米13 Ultra 做对比。那么怎样才能拉近它们俩的距离呢？那就是红米一直在更新的胶片滤镜，在合适的场景贴上合适的滤镜，这个照片的效果其实在氛围上就已经非常好了。虽然拍照确实不是红米的强项，但也不是说不能拍。就比如说这个场景啊，这个场景我们直接这样拍摄。它这个颜色是比较一般的，但是我们选择对的滤镜啊，这个效果就天差地别。这个美味的滤镜就非常适合这一个场景。然后大家看，原相机，美味。结合恰到好处的滤镜，红米也可以拍摄出大片。而且小米，我感觉自从小米13 Ultra 之后，米系视频拍摄能力是真的变强了。我在这几天的拍摄下来，也用了 K60至尊版的视频拍摄，给我的感觉就是白平衡很准确，可以很真实且好看的还原现场的颜色，特别是在晚上，你感受会更明显一点，颜色会还原的比较舒服。我来给大家对比一下。同样的，也给大家演示一下白天的拍摄场景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户外，现在我来为大家测试一下 Q60 Ultra 和小米13 Ultra 它们之间这个录像的差距有多大。我们直接在户外把它们两个加在一起。那么我们现在走着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进行这个录制啊。大家可以先看颜色，我这边拍一下我小伙伴，看一下他的这个肤色啊。都是使用4K 60帧的录制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稳定性。跑快一点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回程。好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当然还有个惊喜，就是这是红米支持了 8K 24帧的拍摄，号称不掉帧，可以录很久。这个我信啊，但是录 8K 视频这个储存容量够吗？小鸡猫，来。来握手，哎呦，好狗好狗，停。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噱头啊，是一个宣传的卖点，说明它有这个实力。怎么样呢？这次的 K60至尊版合你的心意了不？性能强，手感舒服，外观精致，摄影搭配胶片滤镜也非常出片，拍摄 8K 视频也是一个点吧，感觉没有什么短板。大家还有什么需求要我来测试的？晚点我再试试谷歌相机，配置好了给大家分享。又是一大拍照杀器，这次至尊版给我的感觉就是方方面面都给补齐了，特别是红米一直欠缺的外观质感。毕竟红米从来都不缺性能，质感起来了那就真的稳了。对比之前的12 Turbo K60至尊版，这次更为极致。希望大家在我的这期视频里面可以了解到自己想要的内容。如果我的这期视频帮助到你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投币、关注。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评论区直接问我，我是云飞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